3、2、1，好。然后低一点点头，倒脸笑起来可爱。好 ，OK， 3、2、1。哇塞！哇！不知道你小时候拍的照片是啥样的？胶片、CCD、手机，那有没有拍过拍立得？比如说这样的、这样的。俗话说得好，玩拍立得玩的就是这种满足感，确实很难比拟。要是你也想感受一下拍立得的魅力，片头的那种拍立得店确实是个好地方。你在各种影视剧看到的拍立得，从世界各地淘到的宝贝，情书中藤井树手上的宝丽来 S-X70，春光乍泄各个同款的宝丽来636，你都可以在这里见到。这是一台宝丽来4格相机，在以前呢，这个是用来拍证件照的一台机器，但是后来因为撕拉片停产的原因，所以说现在把它改成了一个可以用外的相纸的一个相机。我们可以在一张相纸上面强行拍 live photo， 帧数为4。这是一台宝丽来的 SLR1200，它是一台牙医机。哇塞，好难哦！这对上了吗？准备拍喽！哦吼！估计大部分小伙伴都没有见过这种宝丽来，这个对焦就是这样子拧的，这样子上弦，然后再摁一下这个，一张相纸680，就摁一下680就没了。小小的拍立得店里面还有一面拍立得照片墙，让不同时间的人在同一空间邂逅。有很多客人拍了之后，在上面写圣诞来曲、零年来曲、纪念日来曲，足足1年之后的约定真的能兑现吗？当然，有些取走了，有些就一直留在这里了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故事。好，等会儿我拍完也放一张上去。那我就放在这里啦，看有没有小伙伴能够找到那个时候的切里。说个比较主观的，我拍了这么久照片之后，在拍立得身上又找回了摄影的最初意义。最直接的原因很简单喽，无非就是3个：贵、难用、效率低。这3个词合在一起，所有人类都很难拒绝吧？你看，玩车改完就修，修完继续改，出去开2圈就漏水；玩骑行，好家伙，还得4+2，运到能骑的地方；钓鱼了，一根杆子大几千块钱，一坐一晚上，也不好说能不能钓回家吧。就因为它贵，所以在拍拍立得之前，总会很认真的选择构图。哎，这个地方不好看，用手机拍拍就好了。这个地方好，掏出来才小心翼翼的确认一切都 OK， 才敢按下快门。这玩意儿可没有后期处理的说法。这一张没有拍好，就会思考哪一步出了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你甚至没有办法在现场判断它拍的对不对，尤其是宝丽来，显影就得显影个几分钟。总觉得，下1分钟说不定还能再清晰一点。即使是拍出来一把这样的，都得怀疑一下是不是还没有显出来。再加上这些取景器是旁轴的，喜欢开盲盒是吧？给你开个够。但痛苦和快乐在拍立得身上是成正比的。当你10分钟之后拿着一张实体的照片，当你把照片递给朋友，看到他兴奋的翻拍，你在大度的说：“我刚这写完了，好好看哦！哇，这个构图好好耶！嘿嘿，必须是我拍的啦。”要不这样送给你好了。小伙伴们不知道的都知道，现在想要真正的照片可太难了。解析力是 AI 算的，Live Photo 也是可以加美颜的，相机都是可以自带磨皮的。那拍立得呢？我觉得100个玩拍立得的里面，应该有90个不能接受用数字拍立得的吧。我是樱桃，我是土豆，我是鸡腿，我不同意用数字拍立得。变态点说，打印机那都是2手的光线，我要全新的光照上去才有感觉，连滤镜效果都得用物理的。你看，居然拿灯来照。跟数码照片可不一样，拍立得甚至连温度都可以感受得到，我认真的。因为拍立得神奇的药水反应，所以当时的温度和湿度都可以影响它的成像。这怎么不算是一种记录3维信息呢？拍照显影结束，我还会多做一步 DIY 一下。秉着万物皆可估的原则，游戏机、手机壳等等手机我都估过，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估上了自己的小卡。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方式。
来一张白边拍立得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小聪明开始的，居然出了拍立得相框贴纸，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，这样一撕一贴，绝版拍立得不就成了？拍立得的后面还能再写个小日记，再套上保护膜，属于你自己的小卡就这样一起诞生了。你别说，还真像21世纪新型手账。但说到这里，还有个关键问题，都说拍立得，宝丽来说拍立得根本就是 Polaroid 的谐音，谁是正统一看便知。Instax 说，好家伙，什么小作坊都来碰瓷，两家选来选去，貌似也没个结果，谁说都有理。但是你别说，他们除了都是拍下立刻得到外，其余的是一点儿都不一样。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拍立得的成像好比2种电影风格，一个画面清晰鲜艳，一个复古怀旧，这个对比够真切的吧？不过呢，其实这个对比的参考价值也不大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宝丽来拍出来的下一张是什么效果。火焰纹、珊瑚纹、分色、缺角都是家常便饭。工作室就有小伙伴的联名相纸，一整盒没有一张能成像的，200块钱原地打水漂。相机客服让我找卖相纸的，相纸店家呢又让我找卖相机的，宝丽来笑嘻了，没人找他麻烦。不过呢，就算宝丽来相纸有这样的节目效果，它的外表又能扳回一城，够特别。第一次拿到的时候，甚至不确定怎么掌机。温知识 ，Instagram 的图标灵感就来源于宝丽来的经典机型。但最反差的是，长相复古的宝丽来反而是可以连接手机调参数模式的那个。哎，富士这么多机型就不行。宝丽来的相纸有2种尺寸，标准和够只是大正方形和小正方形的区别。理论上还挺适合自拍。讲道理啊，富士 SQ 真的应该申请加入，因为它也是正方形的。不过富士就比宝丽来的选择多一点了 ，Mini、SQ、Wide 3种样式，可以实现的构图完全不一样。像 Mini 这种机型就是最常见，而且价格最好入手的。因为 Mini 相纸小，最适合拍人像、特写，紧要关头也能横过来换不一样的构图拍。而 SQ、Wide 成像面积较大，就更适合拍摄风景、合影等等。在这里讲个冷知识哦 ，SQ6 居然有泰勒的联名款，但1989专辑封面却是宝丽来拍的。看起来他们貌似是一个稳一个不稳，一个清晰一个不清晰这样子的区别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你拿拍立得是想当场分享，比如说毕业照或者是一些活动的现场反图，那我会推荐你 Instax， 因为它更便宜，画质色彩普遍更好，也更稳定。但如果是出去玩带着，随走随拍，主打一个创意，那我会推荐宝丽来。虽然每一张都在看盲盒，甚至可能会折腾一会儿，但真的有不少概率能够开出惊喜照片。我想说你头歪一点很好。而折腾也是乐趣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既然用上了拍立得，不妨让创作的过程再慢一点，放下不必要的功利追求，就享受每一个阶段的乐趣。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尽管我身边的小伙伴用拍立得都主打一个先入为主，用宝丽来的羡慕富士相纸的画质，用富士的又经常会被宝丽来惊艳到。但两边阵营真要拍起来，那绝对都是拿起自己的宝贝。我觉得这也是拍立得最大的价值吧。与其纠结拍完之后效果如何，享受纯粹的快乐才是用拍立得最大且唯一的追求。让我想起来之前去拍立得店打卡的时候，过完年3个刚收到红包就迫不及待的去店里面拍拍立得的小女孩，她们在那一时刻拥有无限的快乐。想起了当年我还不是大人的时候，揣着红包就去买辣条了。这个拍立得跟辣条，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